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跟老公认识的时候，我才20岁，那时候很年轻，什么都不懂，只是觉得老公对我很好，所以什么也没要，就嫁给了他。婚后才发现，老公的家庭条件很不好，公公已经去世好多年了，老公和小叔子都是婆婆一个人拉扯大的，而我的家境比老公的要好很多。家里虽然不是很有钱，但是也算是工薪家庭，父母都有正式的工作。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父母从没短过我吃用。虽然结婚的时候父母给我陪嫁了20万，但是这笔钱我一直没有告诉老公。我打算以后把这笔钱留给父母养老，我自己想要的一切，我都会靠自己的努力打拼。结婚后，我和老公很努力工作，也一直没有生孩子，因为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物质条件，才能够给孩子好的生活，不然孩子生下来就只能跟着我们受苦。我不想这样，所以就和老公商量，等到买房之后再生孩子。我婆婆也因为我不愿意生孩子的事情，总是对我甩脸色，但是我也不想跟她吵，反正我也不跟她住。结婚这些年来，我最受不了的事情就是老公总是补贴小叔子。小叔子比我老公小2岁，高中毕业后就没有读书了，刚毕业那会也跟着老乡一起出去打工了，但是没看2个月就收拾行李回家了，说是工厂的日子太苦，动不动就会被骂。他实在受不了这个气，没有哪样工作是不辛苦，天下也不可能掉下钱来让你捡，这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，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们。所以我就把小叔子说了一顿，当时他的眼泪差点就掉出来了。可是没想到老公居然因为这事跟我闹矛盾，还说我弟弟不想工作就不工作，我这个做哥哥的可以养着他，你少管他的事，更不能骂他，不然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说过小叔子了。小叔子没有工作，所有的零花钱都是我老公给的，只要没钱了，他就会直接问我老公要。我老公每个月有5000多的工资，可是有一半都给了小叔子，除此之外，每个月还要给婆婆1000块，根本剩不下什么钱。想要靠他买房，根本就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，所以我也不想指望他了。我的工资我都是自己保管，从来不给老公知道。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有7000多，但是老公一直以为我只有4000多，所以结婚这些年，我也存了将近30万，这笔钱拿来付一个首付也是足够了。在去年春节的时候，我就打算买一套房子，毕竟现在房价上涨得这么厉害，如果再晚几年，可能就真的买不起了。买房的事情，我先跟我父母商量了，我父母给我资助了20万，当时我并不想要，但是我妈妈说，我们就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以后可能还要跟你一起住，所以这笔钱你就拿着吧，反正我们老2口也花不了多少钱，存在银行还不如先给你用。我想想自己实在缺钱，所以就同意了父母的说法。商量好之后，我就跟父母去看了房子。今年3月份，我就交了房子的首付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写的是爸爸的名字，没有写自己的名字。买好之后，我才告诉老公。老公当时非常高兴，因为他不用花1分钱就能有新房子住。但是他知道我写了我爸爸的名字之后，有点不开心，还说要把他的名字也加上去。我又不傻，我不可能会同意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说这房子是我爸爸买的，只是现在先给我们住，因为买的是精装修的房子，所以我们很快就搬进去住了。
老公还经常跟同事朋友炫耀我们家买了新房，有时候还会邀请别人来做客。后来老公不知道从哪里得知房子是我买的，还跟我冷战了一段时间，最后见我实在不理他，才跟我和好。今年6月份，小叔子要结婚了，女方要20万彩礼，加上一些七七八八的开销和办酒席，预计是38万。小叔子结婚，我自然也是开心的。我觉得他以后有了家庭，肯定就会上进了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整天问我老公要钱花。可是没等我高兴几天，老公居然说家里钱不够，提出要让我把房子卖了，给小叔子结婚用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能提出这么不要脸的要求。这个房子他1分钱都没出，我让他住在这里都不错了，他居然敢肖想我的房子，真的是想得太美了。我拒绝他之后，他一直在骂我没良心。我作为嫂子，小叔子结婚都不愿意出一份力，但是不管他怎么说，我就是无动于衷。最后他也生气了，直接和我说，我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妈妈一个人拉扯我跟弟弟长大，很不容易。我作为家里的长子，弟弟结婚，我必须要帮忙，所以这笔钱我肯定会出。夫妻本是一体，你既然跟我结婚了，那就要理解我，而且你的房子也有我的一半。我劝你赶紧把房子卖掉，不然你就等着被离婚吧。我听到这话之后，也彻底绝望了。这些年我一直在忍让，在他心里，只有他妈妈和弟弟才是最重要的，我根本没有一点位置。这样的婚姻已经没有必要再维持下去，这样的凤凰男也不值得我对他那么好，所以我有了离婚的想法。我把我父母直接叫到了家里，商量离婚的事情。可是老公却说，离婚可以，但是房子必须分我一半。我爸爸听到这句话之后也生气了，大声喊道，你有什么脸要求房子分你一半？买房子的钱你1分都没出，而且房产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，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赶紧跟我女儿离婚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这些年你是怎么对我女儿的，我心里都清楚。现在好不容易她想开了，我肯定不会让你赖着我的女儿。最后老公可能觉得自己实在拿不到这笔钱，也害怕我爸爸，所以只能同意离婚。我真的很后悔当初没有好好了解前夫就结婚，所以白白浪费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。以后如果我再婚，那我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，不能再找这样的男人。不过我也很庆幸，好在我们没有生孩子，不然肯定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故事完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姓白，我和我老公结婚了2年。原本我以为老公和我结婚是因为爱我，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娶我是为了让我去照顾他母亲，因为他母亲一直以来身体都不怎么好，常年都要靠吃药来维持，而他自己工作很忙，没空照顾，所以只能找一个老婆来伺候自己的老母亲。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有目的而来的，还以为他是真心爱我，因为当时他太会装了，让我无条件的信任他。我和他是通过朋友认识的，那时候他想找对象，后来他朋友就把我介绍给他了。当他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，对我很满意，然后就开始对我展开追求。刚开始我不怎么理他，因为刚认识就立马答应人家太草率了，而且也没了解过人家万一被骗了怎么办，所以那时候我拒绝了他的追求。当时他并没有放弃，而是一直对我狂追猛打。后来追了大半年之后，我也看出了他的真诚，
也答应和他在一起了，也知道了他很爱我，因为他很舍得为我付出，做什么事情也很考虑我的感受，所以跟他相处在一起让我觉得很幸福。跟他谈了1年后，我也跟他结婚了。谈的那1年里，他对我很好，不管做什么他都会先问过我，平时对我也百依百顺。当时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不错的男人，而且也选择了无条件信任他，还爱他，爱得死去活来。因为遇到这样的男人，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控制得住，都会付出真心去对待。结婚第1年的时候，他对我也还可以，但后来慢慢的，他却露出了原形。但是我去照顾他母亲，那时候我也没多少，因为我是他的妻子，照顾他母亲很正常，所以我也照顾了一段时间。可是自从照顾他母亲之后，我就无法工作了，然后我就只好选择了辞职，在家安心的照顾他母亲。只要我把他母亲照顾好了，他就会好好的对待我，我在这个家的地位也会高一点。当时为这个家，我真的是付出了很多。由于我不工作之后就没有了收入，所以只能伸手问老公拿钱。可是问多了之后，老公就特别的有意见，总觉得我是一个没本事的女人，一天到晚就知道问男人给钱。慢慢的，他也不给钱我了，就算给，也是给他母亲，因为一直以来他的钱都是补贴给他母亲的。他觉得他母亲把他养大不容易，所以必须回报他母亲。我也看得出来，在他眼里只有他母亲才是他最重要的人。虽然当时我心里很不爽，但是我也不敢说，毕竟孝敬父母天经地义，所以我也没资格说他。但是我发现他的这种行为特别的像凤凰男，因为他总是以父母为主，而且总是不停的补贴，完全不考虑我的感受。明知道我们已经有了家庭，可他却不愿意为自己的家庭付出，反而做一个拎不清的男人。在我们那边，男人的钱必须给女人保管，可是他不但不给，还防着我。没钱用的时候，我也只能拿出这个存款，但是用着用着，我的存款也就没了，因为这个家的生活费都是我出的，老公没出过1毛钱。然后他母亲要买药也是我给的，我向他报销的时候，他也不理我，反而觉得我斤斤计较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因为照顾他母亲劳累过度病倒了，当时我手里也没有钱了，存款也花完了，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去交医药费，结果骂道：一天天的就知道想贪图我的钱。果然女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总是想依靠男人，一点都不独立。我觉得我们以后还是 AA 制吧，这样子好一点，我也不用担心你在贪图我的钱，也能够磨练你成为一个独立的女人。他的话让我很伤心，没想到他和我之间分得那么清楚。我以为他一直把我当成家人看待，最后才知道他根本就不在乎我，也不关心我。后来我也只好让我爸妈帮我付了医药费。我的病好之后，我也跟他实行了 AA 制。实行了 AA 制之后，我就不照顾他母亲了，因为 AA 制是要到底，所以我不想再为他母亲付出。反正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也得不到回报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好好的为自己而活。我回到了工作上之后，家里的事情我不再像以前那么上心了。老公看到我什么事都不理，又开始有了意见，骂我不照顾他母亲，还说我是一个不孝儿媳。后来我问他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不上班，你嫌我没钱；现在上班的，你嫌我不照顾你母亲。还有你自己也提了 AA 制，AA 制里面不包含照顾你母亲，所以你母亲就应该由你自己亲自照顾。他直接说，你上班是一件好事，但是你上班归上班，
你还得照顾我母亲，毕竟你是我妈儿媳。再说了，我跟你只爱金钱而已，又不爱其他事情，所以以后我规定，你白天上班，晚上伺候我母亲，这样子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，也尽到了一个妻子和儿媳的责任，不但能够自己挣钱，也能够照顾我妈妈，简直就是两全其美。他的话让我很生气，我直接大骂道：你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凤凰男！这是你提的，要 A 就 A 到底，你别想来指望我，如果做不到就离婚。他回应：离婚就离婚，没了你，我照样能够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女人，反正我已经利用完你了，你现在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我之前跟你在一起，都是为了让你伺候我母亲，那一刻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没想到他是一个这么有心机的凤凰男，然后我直接跟他去民政局离了婚。离了婚之后，他特别的后悔，因为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么善良、这么傻的女人，所以他肠子都悔青了。但是我不会再回去，也不会再原谅，因为他的行为已经伤透了我的心，我不可能再傻傻的回去为他们付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一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二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